Hello， 我是 Harry。本周呢，视频当中我们明确说了啊，英伟达在193支撑位持股待涨。昨天呢，它果然在这个位置拔地而起，一根中阳线拉了3.65%。对于震荡了大半个月的英伟达来说，这个真的是难得的一口肉啊。但是问题来了，英伟达中阳之后呢，继续往上冲，还是碰到压力就回落？散户呢，该拿还是该走？另外啊，特斯拉我们的判断是转灯在即，一波看涨行情可能要来。经过了昨天的美伊消息之前给的388的抄底位，现在还成立吗？美光连跌了多日，到底能不能够在海力士上市之前止跌企稳？上市之后呢，是一山难容二虎，还是存储双雄啊并肩高歌？那今天的视频呢，这些问题全部给你答案。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内容部分。第一部分呢，大盘趋势。虽然呢，整体还在黄色带的下降趋势当中，但已经有了暂时企稳的迹象。今天呢，我会用一个组合拳的判断，光头阳线的含义，小山峰趋势观察法，再加上趋势图本身的信号，几个角度啊叠在一起，我们的结论就会清楚很多。第二部分呢，包括热门个股和粉丝的点票，包括这个英伟达、特斯拉、美光、NBIS、Sophie 和 Robinhood。其中呢 ，Sophie 不止一位同学点到啊。如果大家想要跟后续的验证，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我们复盘不迷路。想要点票的评论区记得留言。像这个 NBIS 呢，本身我有持仓的，之前呢也分析过，但是呢前2天如果没有同学在评论区点出来，那这一期我可能就不会安排了。所以大家点到的票，我们一个一个拆。OK， 首先进入到的是大盘部分。在上一期的视频当中呢 ，Harry 有说过啊，纳指呢在这个黄色带的位置震荡了5根 K 线，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当时半开玩笑说可能有5到6根的震荡 K 线的产生。果然啊，这2天又出现了2根震荡的 K 线啊，虽然是一个半开玩笑的话，但是呢，你如果经常做技术分析，你会发现很多走势啊，相似的程度比你想象的要高很多。那我们来放大一点啊，看一下昨天产生的这根 K 线。这里呢已经有了微微下落的一个迹象，虽然都是在这个黄带附近震荡。那到了最后的这根 K 线呢，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形态，它收了一根类似于光头阳线的这样的一个 K 线形态。虽然这里冒了一点点头，但是呢，我们可以借助光头阳线的定义来对它做一个拆解。所谓的光头阳线呢，就是这种带着长下影线的 K 线啊。如果它的实体部分明显的高于下影线，说明呢买方的实力比较强。但如果实体和下影线差不多长，说明啊它的这个多空交战比较激烈，但是大体上还是买方有利。但如果实体比影线短，那就证明买方优势不太大了。我们可以看到啊，昨天的这根 K 线，它的实体不短，证明呢买方的力量在这个位置还是挺强的。之前呢我们提到过一个点位，就是25500的位置。现在看来啊，这个地方的支撑依然有效，对吧？当昨天的这根 K 线呢在盘中打到这个位置的附近，马上又缩了回来啊，所以证明这个地方呢验证有效，我们就继续保持这个点位25500进行一个观察。那么在整个震荡的格局当中呢，走出这样的一根偏下方的光头阳线，我们可以得出几个判断吧。首先呢，大趋势依然是在黄色带的走势当中啊，但是呢下挫的力度明显的减缓了。我们把这个25500点作为一个支撑点，如果啊这2天的交易日 K 线还在这个位置上方运行，那我们就可以再一次证明这个下方的支撑力还是比较强的。另外呢，用我们的趋势图可以观察到，黄色带在这个位置已经开始走平了。如果往下走啊，它继续是一个收缩的形态，很有可能啊，在不远的将来就会产生一个变盘，也就是由黄带转成紫带的颜色。一旦转成紫带的颜色会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像这些地方啊，只要紫带形成 K 线呢，就会在紫带的上方运行，也就是说紫带起到的是一个支撑的作用。但是呢，黄带恰恰相反，它是起到一个压制的作用的。这个地方的收缩啊，黄带的收缩呢，我们也可以看成很有可能变盘的信号即将到来。所以呢，结合这2个信号叠加着看啊，我认为这个地方的支撑的这个效果依然存在啊，这个是下方的一个判断。另外呢，我们再看到上方，之前呢我们结合了小山峰突破观察法，把这个26265的位置画了出来。如果能够向上突破这个位置呢，
整个结构就会恢复健康，对吧？这个是我们之前的结论啊。之前大概有2期都在说这个小山峰突破观察法，所以呢，这个结构在我们本期视频呢就不做详细的拆解了啊，因为我们视频都是有连贯性的啊。那一旦突破这个地方，股价回踩不破，那这里就是妥妥的一个右侧信号，对吧？但是呢，这个形态有一个特点，它的这个压力线啊是不断的往下移的。所以我们的观察位呢，也要不断的进行一个调整。比如说，之前我们观察到的是26,265的突破位，如果随着这几天股价不停的往下移，那么它的突破位就会降低，我们就要跟着这根黄色的压力线来进行一个观察。只要这个结构啊没有破掉，那我们依然可以用这样的一个观察法来进行一个分析啊，大家做好跟踪就可以了。另外呢，系统从这个 TD 序列当中呢，也给了一个阻力位，大概是在26,121的位置。如果结合我们刚刚的这个结构啊，不停的往下移这个压力位，那么26,265的位置就移到了26,121的位置。其实呢，本质上它们就是一个压力区间。实战当中呢，我们所说的压力线呢，它往往不是一根精准的线，而是一个小的区间。但是对于新手朋友来说呢，我们认准一个数字就好了啊，因为如果太复杂的话呢，可能大家的判断就会增加难度。那我们可以认准这个26,121这个数字。后续呢，如果我们结构发生了变化，我们再来进行跟踪和调整。那我们在公寓上呢，也尽量的把这些内容简单化的分享给大家当然，如果你想要更深入的内容，想要学习到更多关于这种技术判断的信号怎么去识别的话呢，我们内部课程也可以分享给大家。毕竟呢，交易这件事情呢，真的不能够停止学习的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可以在群里面领取置顶的位置呢可以找到入口。另外呢，如果你想使用的话，也包括这个趋势图的适用的一个权限真的，我个人觉得这个趋势工具的作用越用越习惯了一会儿我们会用到几个个股来验证一下，就知道了。好，那我们就进入到个股的拆解部分。先来看一下英伟达，昨天呢再次验证了我们之前的判断，对吧？在这个位置我们反复的强调了193有一个支撑的作用，而且呢，这个我在封面就给到了结论，支撑待涨，很明确果然昨天涨了3.65%，这个对于英伟达来说真的久旱成雨当然就不像这几天这个刮台风，对吧？但是呢也很开心了因为毕竟我们的判断有效。那我们再来用这个趋势图看一下接下来有可能发生的走势。首先呢，昨天这根 K 线我们放大来看这个上面的这个部分已经碰到了黄带的上沿，对吧？而且整体实体比较长，它是一根实体阳线。那有的同学就会说，这个地方是不是应该卖掉如果你有这样一个警惕的话呢 ，Harry 觉得还不错大概在205的位置，也就是黄带上沿的位置如果你想要出场一部分，完全可以的。你在193上车的话，在这个地方落袋为安一部分，没有什么问题。但如果你说才涨1天我就卖掉了，太短了再留1到2个交易日也是可以但是我会觉得如果它跌破了这个黄带的中轨，大概是202的位置，或者是跌回到了之前说的这个阻力位200，那你就要加以警惕了。如果 K 线打到这些位置出现了一些常见的看跌形态，就意味着你要出场比较好，比如说像这种上吊线，或者是一根阴线吞没了前面的这根小阳线，亦或者是我们常说的这种 K 线组合黄昏之星，还有这种向下倒的锤子星。一旦观察到这样的信号，我们出掉一部分，先锁住这口肉。所以呢，我们会发现如果借助这样的趋势工具图，再来找对应的 K 线的微观的信号，会方便非常多。那大家呢也可以结合这个趋势图自己去观察一下。好，这个是关于英伟达。好，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下特斯拉。特斯拉呢，在这个位置出现了一根大的运线结构，随后呢，这3天都是在这个运线的范围
之内啊上下的震荡。既然啊它暂时没有突破这根运线的上沿，也没有跌破下沿的位置，那么我们就继续以这两个上下沿作为一个观察点。那大家如果看过之前的视频呢，还记得这个388的这个位置，对吧？Harry 之前呢有说过啊，如果能够撑住，比如说它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买点，或者是在这个地方下行跌破了再回踩站住，那这个388的点位呢，就可以考虑是一个短期的低点。但还是那句话啊，我们一定要结合信号共振，看一下其他的这种信号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趋势带，趋势带呢在这里有一个转灯的迹象，因为它已经收缩到了很小很小。如果接下来能够转成紫色，那我们的判断就会更加的笃定。而且呢，从量能的角度来分析啊，最近几天在缩减，量缩价跌呢，往往预示着它的跌势在减缓。那我们只要等一根倍量的成交柱出现，证明这个资金入场，就可以积极的看多了。这个地方啊，有转势的概率确实给了我很大的信心啊，给了我这个判断的依据啊。我记得之前有同学有说过，像某一些地方它没有出现蓝 K 加上钱袋子的信号，那能不能入场？其实呢，我们趋势图啊有很多的细节，除了蓝 K 和钱袋子啊，还有这个紫带和黄带，它还包括了像这种黄 K、逃跑小人啊，还有这种龙门线等等的一些细节去做判断啊。当然我们要表扬一下提出质疑的同学啊，证明你有在动脑子，有在看。那我们可以进行解释啊，我们一步一步的去习惯起来啊。如果你不问，我们当然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对吧？所以总结到这里呢，特斯拉啊，我会认为下方依然是之前的结论，下方的支撑位呢在388，而上方是433的位置。好，这个是关于这支票的一个拆解。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美光。那这段时间的美光下挫比较明显啊，主要是受到我们都知道的这个三星财报，包括海力士即将上市的影响。那市场呢，对于存储涨了这么久了，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但是呢，我们在小群里面也发过判断，本身存储周期，我个人的判断就是，这个基本逻辑是没有变化的，还是依然存在。那上一期呢 ，Harry 认为啊，这个理想的抄底区间是在800到900之间，但是昨天最低收到了950的位置，它没有跌到我理想的价格。但是950附近能不能起到一个支撑作用？如果我小小的抄底一下，可不可以啊？我认为也是 OK 的。但我的建议就是等到周五海力士上市之后，我们再来做相应的操作，会更稳妥一些。那在这个位置呢，我会认为先看一个小反弹啊，不要指望它能够一飞冲天，能够马上的大 V 起来。从这个图形上来看呢，趋势带呢已经在收缩了啊，所以短期内我们先看反弹，压力位呢大概就在这个缺口1097左右的位置。根据缺口理论呢，这个缺口大概率是一个衰竭缺口啊。缺口分成很多种，有突破、持续、有衰竭、有普通。那么它在下降的过程当中形成的这样一个缺口呢，大概率是衰竭缺口啊，但是它的趋势不会很长。那么碰到这个地方，短期内有一个压力是很正常的。所以呢，目前来看啊，在这些地方上车，反弹到这些地方产生压力，我们做一个适当的波段，这种安全系数就会高很多。好，那以上呢是关于美光的一个判断。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NBIS 这只股票呢 ，Harry 个人也有持仓啊，并且我是长期看好的。但最近呢，它的走势有喜有忧。好消息是呢，这一波下跌之后，终于出现了蓝 K 加上钱袋子的筑底信号，而且呢后面紧跟着昨天开出了一根比较强势的阳线。我们来对比一下，是不是完全符合这个筑底信号啊，蓝 KDC 之后转多这样一个图形？而且呢，我昨天在盘前也说过啊，这支票有一点点反应过度啊。但好消息是它的下跌量能已经在收缩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缩量下跌呢，本身就是一个止跌信号。但是呢，我确实没有料到啊，昨天刚刚讲完，立马就拉起来了。而且它的涨势还挺大的，10%，对吧？但不太理想的地方呢，我个人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小的反弹。原因呢有几个啊，我们放大的来看。首先呢，它是处在一个黄色带的趋势当中，黄带呢预示着它是一个弱势下行的状态啊，被这个缺口挡住了。每一次的反弹呢，我们都会视为反弹，不是反转。如果想要直接的 V 上去呢，没有那么的理想啊。其次呢，虽然底部信号有了，但是还缺一个放量的成交量柱来确认，对
对吧？它的这根阳线对应的成交量并不算大，这个是一个瑕疵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可以继续观察一下量能的变化。另外呢，上方刚刚说的这个缺口加上黄带两个信号叠加啊，这个地方呢是存在压力的，阻力位比较明显。那我们就把缺口的下沿，也就是黄带中轨大概是246的位置看成一个阻力位，如果打到这个地方形态不对，就要考虑出场了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是一个潜在的卖点。至于现在的这个位置啊，值不值得追？我们呢可以来算一下这个性价比啊。当前这根 K 线的收盘价已经到了216、217左右啊。如果预期我们做的是短线的快进快出，那可以参与。但是呢，大家不要一下子进太多啊，毕竟它的这个成交量还没有完全的跟上。如果你打算长期持有，这个地方分批进场没有问题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的就是继续观察。如果今天啊，在这个地方出现的一根阳线，不一定是大阳线啊，哪怕是小阳线、中阳线，在这个地方突破了216的位置，那我们就可以再一次的验证这个底部信号的可靠性。好，这个是关于 NBIS 这支票，后续呢我们还会持续的跟踪。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2个粉丝点名的票啊。首先说一下 Sophie 问的人呢还挺多的啊。如果你是听过我们内部课的同学，应该记得我们讲过一个很有趣的信号，就是红绿组合。在这支票上呢特别明显，你看啊，这个红色一根，绿色一根，绿色一根，红绿呢不断的交替闪烁，这个规律性很强。那么怎么用呢？当这个颜色啊，它不按照规律来，出现了打破节奏的 K 线，往往就是一个信号转变的地方。比如像这个地方，正常的情况下呢，如果按照规律，这个地方应该出现一根红 K， 但是呢，它是收了一根绿 K， 对应的位置就是一个起涨点。那包括这个地方也是起涨。好，那现在呢，又到了一个关键节点啊，这个 K 线，这个是盘前的一个出信号啊。如果这根绿 K 之后，接着今天又收了一根绿 K， 很有可能这个地方又是一个起涨点。好，这个是一个观察。另外呢，我们放大的来看，这个地方呢，量能也微微的发生了一点变化，有一定的放大的迹象啊，这个也要留意。再来看昨天的这根 K 线本身，也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个光头阳线的一个 K 线形态，而且这根股价正好踩在了紫色带的这个位置啊。如果你的技术知识够扎实呢，你不一定要等到出现蓝 K 再动手的，只要出现了一些比较积极的 K 线形态，再配合紫带的支撑，那这个地方踩住的概率就会偏高。如果在车上的朋友呢，在这个地方呢加一点仓没有问题啊。稳健一点的话呢，你可以等到今天确认了再来一根阳线啊，突破了昨天的高点再动手，那这个风险呢就会更小。不过呢，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如果我们拉长了来看，这个股票的龙门线目前是向下的，说明呢它大级别的趋势没有完全的转好。那我们一旦出现这样的信号呢，就要切换到周线，看一下更大的级别是什么样的。目前呢周线还好啊，这个龙门线是向上的，而且这个地方呢黄带在收缩，有转灯的迹象。那我姑且猜一下问这支票的朋友呢，可能都有被套住的可能啊。那接下来呢 Harry 认为好消息的概率偏多，这个地方踩住的可能性挺大的。那我们再给一个具体的位置吧。如果股价能够踩到这个紫带的中轨到下轨之间，也就是17.3到17.6这个区间，并且再配合一根阳 K 的出现，那么这个支撑区就可以介入它的风险相对可控。上方的卖点呢，短线可以先看到18.8的这个位置这个是一个短期的支撑和压力的区间。好，大家可以结合起来参考。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Robinhood 这支票呢，跟 Sophie 有相似的地方，也有不一样的地方首先呢，它离这个子弹比较远，而且这个地方呢出现了逃跑小人的信号，短期很有可能以这个震荡为主。盘前的信号来看呢，位置偏高比我们预期的要高一些。那这个地方能不能够上车呢？还有觉得暂时不太适合从量能来看呢，目前是缩量的。如果它形成了量能缩量价格却在上涨，缩量价涨，就要警惕后续的一个回调的概率了。如果它是量缩价也缩，反而我们可以等一等筑底的信号。另外呢，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地方呢也形成了一个晕线结构，而且下方有一个缺口，对吧？这根 K 线的收盘价正好是在111
这个上沿的位置形成了一个支撑。那如果我们选择在这个地方加仓，可不可以？现在来看呢，还不太好讲啊。关键的问题就是现在这个量是收缩的，价格却往上走啊。这种情况下呢 ，Harry 还是建议大家先以观察为主，不要轻易的动手。而且呢，这个龙门线也是向下的啊，整体的这个环境呢，并不支持激进的加仓。那我们短期的策略呢，很简单啊，我们就观察一下这个运线的形态，如果能够有效的向上突破，并且伴随这个量能放大，那可以适当的考虑一下。但是目前的信号还不够，如果这个价格呢回落到靠近子带的位置，比如说呢打到中轨的位置，大概就是在102左右啊，反而值得关注啊。那短线来看，如果反弹到118的这个地方，我反而是建议啊止盈一部分，落袋为安比较好。如果跌破了这个111的支撑位，那就再需要等一等了啊，等到更明确的位置，我们再来判断。我们切换到这个周线来看啊，目前这个价格离子带位置也是很远啊，整体还是偏谨慎一点。好，这个就是 Harry 个人的一个操作判断，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也可以进群啊，我们继续的跟进一下。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看到这里的朋友呢，记得点赞订阅啊，也可以看一下评论区有没有你想要的东西。好，我们下一期再见。